我们该如何体面地收割富人？谈古论今，侃天侃地。大家好，我是格隆。也许你会冷笑一声，开什么玩笑？哪能收割富人呢？因为我们惯常理解是，只有资源不够的、认知不够的穷人才会被收割，哪有钱有势的富人会被收割的道理？除非再来一次打土豪分田地。其实不是这样的。我要颠覆你的认知。如果我们把购买价格远远超过自身价值的商品的行为都定义为被收割，那其实我们这个社会绝大多数时候都是在收割富人。区别只是在于，在收割穷人的时候，多数时候用的是坑、蒙、拐、骗、偷这些下三滥的收割法，而在收割富人的时候，更多时候是采用这种更得体、更体面、更令富人心甘情愿的收割法。比如让他们用3000块钱的价格去喝一瓶成本根本就不超过100块钱的茅台酒。我们应该努力去营造一种氛围，喝茅台酒就是成功人士的标配，就是成功人士的体现。我让你感受到各种面子上面的高大上。我们的目标不是让你3000块钱喝一瓶茅台，我们的目标是把茅台价推高到1万块钱一瓶、3万块钱一瓶、5万块钱一瓶。反正这种酒肯定不是穷人在喝，我们把它价格推高的越高越好。我让你富人喝出体面感，喝出成就感，喝出人生的满足感。再比如，让富人去购买进口税、消费税都比普通其他的车高出1倍以上的奔驰、宝马等等这些豪车，富人不是喜欢这种派头吗？那我把奔驰、迈巴赫的消费税提高到你进车价的1倍、2倍、3倍。我们现在真实的情况是，一辆迈巴赫6.0的排量的裸车报价近200万，拿到手加上各种消费税等等，要到568万。我认为这个还低了，可以把消费税再大幅的提高一些，直接干到600万、700万、800万。我让你拥有尊享的感觉，但你要为此付出巨大的面子税、享受税，而且让你支付的心甘情愿。再比如，让富人用每平米30万以上的价格去购买深圳湾1号。或者上海的黄浦江边的汤臣一品，虽然这2套房子边上咫尺之遥的房子，可能每平米就只是卖10万、15万了。我们应该努力去营造这种氛围，去做这种宣传。这些房子是高级社区啊，是成功者的标配啊，是每个人生成功赢家住的地方，住在里面就是身份的象征。我们甚至应该把它打造成网红打卡点，让到深圳来的人都到深圳湾1号旁边拍个照，打个卡，告诉大家这是深圳最好的房子，最成功人士住的地方。再尽力去把这些房子价格推到更高，推到类似于香港的半上豪宅，最好1平米是50万，是100万，是200万，一栋房子10个亿，反正不是穷人买。简而言之，一个社会务必要大力度的，甚至最大力度的去鼓励富人消费，鼓励他们去消费那些为了他们所谓的面子、身份、地位、体面等等这些外在的虚荣而大幅度溢价的商品。富人愿意花钱，在经济学上意味着什么？于一个社会意味着什么？它其实是一个社会财富分配和创造机制极端重要的一环。上个世纪80年代，美国也面临着需求严重不足、经济停滞的滞胀泥潭。把美国从滞胀泥潭里面带出来的人是谁呢？是里根。他采用了一套完全反凯恩斯主义的里根经济学。因为正常在这个时候救经济是用凯恩斯主义大政府，通过政府的大量的印钞票、大量的财政政策去支出。里根经济学不是这样的，里根经济学简而言之就是通过建立小政府，减少政府的开销，降低税收，不搞财富再分配，并大力鼓励富人消费。所以在这种政策下面，那个时候美国的有钱人确实变得更有钱、更富有了，但是他们会加大消费和投资，整个社会的钱变活了，变得流动起来，财富也由上而下渗漏而下，最终社会各个阶层都会受益。这套理论在经济学里面既叫里根经济学，也被称之为渗漏理论。美国也是在这套实践下面，在西方世界里面最先走出了滞胀泥潭。任何一个社会的财富分布都是不均匀的，多数财富往往都集中在少数人手上，绝不能只是盯着穷人手里面的那3瓜2枣，指望他们去拉动消费、拉动经济。如果富人因为种种原因不敢消费、不愿消费，钱的流动就会停滞下来，等于财富创造的再生产过程就会停滞下来，结果可想而知。未来我们经济长期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需求不足。
我们表面上面一直在鼓励消费，但是我的感觉是，我们骨子里面其实并不真正鼓励消费，尤其是不鼓励富人消费。很多人攻击茅台，说茅台救不了中国，要靠芯片才能救中国。我告诉你，芯片救中国，茅台也救中国。再比如说对盲盒的攻击，说你根本就不知道里面是什么，花那么多钱去买一个盒子，然后打开一个不确定性，这不是鼓励投机吗？但是你想过没有，我们为什么要攻击这种事情啊？有什么关系啊？谁在消费啊？大部分是富人家的孩子在消费，他愿意消费，你为什么不鼓励他消费？而且我特别佩服泡泡玛特这样的公司有这样的商业创举和商业创意。我们某种程度上，我们营造的一种氛围是，富裕是可耻的，有钱就有原罪。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社会的富人，往往都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不敢露富，不敢消费，还藏着掖着。我们的首富走马灯一样的换。你们知道中国有一个富豪排行榜吗？叫胡润富豪榜。你知道很多富人不愿意上榜，为什么？是因为一上榜就被人盯住了。胡润富豪榜有另外一个名字叫杀猪榜。我们回到我们的话题，如何收割富人？其实很简单，善待他们就好了。善待富人与善待穷人同样重要。有钱不是罪过，更不是被惩罚的原因、借口和对象。恰恰相反，我们要鼓励这个社会的每一个人去努力挣钱，努力花钱，告诉他们挣钱是光荣的，花钱也是光荣的。这个社会的财富创造机制才会顺畅，才会健康，这个社会才会越来越富足，每个人才会生活得越来越富有，而不是走向一次又一次财富创造、财富消灭的轮回。我是葛龙，关注我，我们一起提高认知，不做韭菜，不被收割。